建模的方法，你说是你的诉求是什么？只是想找一个女朋友顺利在一起脱单恋爱是吗？啊，如果是这个需求的话，跟建模跟经济有什么关系呢？只是找一个女生，你看走在路上这么多就是2条腿的异性，这么多供你选择，对不对？你只需要找到一个适配的就可以了。比如说你长1.6米，你就找1.3米的女生，2个人就很搭配嘛，对不对？主播都学过来了啊！看他是想要跟女生做朋友，还是想结婚，还是想谈恋爱，还是想这个当那种暧昧关系？哎，有什么区别呢？结婚恋爱的区别是什么？结婚和恋爱的区别在于，恋爱是不负责任的呀，就是不会跟别人走入婚姻殿堂。结婚就是不一定有恋爱，但是一定是所有关系的终点。然后暧昧关系就是你可以做女朋友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你没有女朋友或者说老婆的这个身份，那这个朋友关系就是他们普通朋友嘛，就异性朋友。好 ，OK， 我懂了。我懂了，这个樊公子不那个了，互联网对这个说如果是恋爱和结婚怎么办？如果是单纯想结婚怎么办？对，这哥们儿你不要老是问我他妈的这种那么沉重的话题好不好？直播寓教于乐，主要是开心快乐，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一些见闻啊，包括最新的一些感悟啊。积木好用吗？要开 SVIP 吗？不是，你要玩积木这个软件一定要开他妈黑钻。不是，得看你的需求啊。你是想在积木上找你终身的伴侣，还是说想找你1个月的伴侣？那是不一样的。你如果只是想找1个月的伴侣，必须要开；你要想找终身的伴侣，你必须卸载，知道吧，兄弟？那等于说他妈的 SVIP 很鸡肋啊！是很鸡肋。VIP 普通的也很鸡肋，不开更鸡肋。所以在我的眼里只有2种，一种叫卸载掉，一种叫开最贵的。你都完了，你还要计较这点钱干嘛呢？是不是？哎，不是，那我想找一个终身伴侣，我为什么要卸载积木呢？因为积木上的女生就不能好好结婚吗？理论上是可以的，就跟那个买彩票中500万奖的概率一样。那为什么社交软件上的女生，难道她们的裤裆都比较烂吗？你这话说的有点不尊重女生。那不对，我说这个话，你只能说水性，我没有啊，我这是问题啊。你只能说水性杨花嘛，只是说比较爱玩，每个人三观不一样。有些人就想，有些女生人家就想体验不同样的男人，不同样的男朋友，是不是？那为什么不能结婚呢？因为这个软件，你想没想过，他为什么要上这个软件？他的初衷是什么？你说一下，我很就是你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长得还不错或者说你条件还算优质的女生，那么你成功的躲过了中学没有靠谱的男生跟你在一起，你已经错过掉了。你到了大学，你还错过掉了。那么进入到社会当中，也没有单位，也没有你的长辈，也没有你身边的朋友给你介绍靠谱的男人，这个时候你会干嘛？你其实这个时候还不会去上社交软件，因为你对自己这个时候还是自信的。你认为，虽然说我在第三方渠道我认识不到优质的男生，但是是不是我自己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在路上会有人过来跟我要微信呢？所以说他也是会在路上走路的，多去把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就是移动版的积木，行走的积木。但是发现这样下去还是认识不到靠谱的男生，因为可能这个男生认识他之后也是只是想跟他当朋友，成为暧昧的关系，不是想跟他长则。所以说这个时候被迫他去带着半信半疑的神情去下载了那个黑色的软件，或者说黄色的软件有黄色吗？有或者红色的软件。黄色的是什么？黄色那个什么英文单词那个吧，还有什么黑色的软件，就白色的软件，就是琳琅满目这个时候他彻底沦陷了，因为他已经失望透顶了呀，他只有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社交软件上了。也就是说白了一句话解释，就没有更好的选择，谁会上社交软件呢？生活当中如果都是优质对象，谁会上这个？是不是？不是，那人家没有更多的选择，不代表不能这个我曾经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它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科技时代，对吧？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叫什么？杭州6小龙之一的人工 AI DeepSeek， 对吧？诞生地。那么你就通过这个，你就发现
现在 AI 都这么发达了，更不用说互联网科技这些了。那么女人的美貌，或者说她的条件，跟男人的颜值、男人的条件，还有男人的财富匹配的速度，快的让你邪门。你根本不知道有多，就以前那个匹配速度，你知道是什么吗？你有没有小时候就是用你家的那个大屁股电脑下过游戏？就我记得我想玩那个 CF，就是当时显示的是700兆，内存，我一想我操这么点大呀，结果下了4个小时，还下不下来，太慢了啊！联通网很慢。那么现在你知道那个男女之间的匹配速度相当于什么吗？相当于那个1000兆宽带，就过来了。就不会有兄弟觉得卡的，因为直接就迅速匹配了，知道吧？这妹子还没出门呢，就已经被匹配了，比连 WiFi 还快。以前可能他需要3天，需要1个月，需要1个周期才能跟这个男生匹配，现在不会了。就现在你不存在捡漏这个说法，所以说他如果沦落到在路上认识女生，认识对象，或者说社交软件上，那说明他肯定不是最优质的一批。我不能说他没有优质的。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一个女的只要玩社交软件，她的选择就无限的多。对啊，你的想法怎么跟我出奇的一致呢？为什么他妈的英雄之间总是惺惺相惜，心有灵犀呢？这哥们儿说这个认知有点局限了，说你认知有点局限了。你年纪没长大，兄弟，说明你年纪比较小，不是我认知局限，是你年纪有点局限。对，是的啊。这个樊公子敢不敢 cos 蔡徐坤去搭讪？我敢啊，但是他妈的这是我说的算的事儿吗？我想 cos 谁就能 cos 谁吗？这哥们儿说樊哥打赢复活赛，什么叫打赢复活赛？我他妈一直都在，好不好？也没挂掉，也没驾鹤西去啊，一直都在，哥们儿。为什么你老是觉得你为什么老要回答这重复性问题呢？对，不要 B 站还有机会复活吗？你现在去 B 站看我有没有在直播？不是，各位兄弟，为什么早盼我，都盼着我想早点死？我就这么遭人恨，都不想让我活，是不是这哥们儿说今天的干货是哪些相关？不是，你这个是公开直播，各位兄弟呢没有在我这儿付过1分钱，所以我讲什么东西你得按照我自己的心情和状态来，好不好？分享干，你从别人嘴里套干货，你不得给别人赔个笑脸吗？对吧？古代跟老师傅学东西，我在16岁的时候拜了一个中医。一个苗医学东西，前1年都没教你东西。不是，我还是1年，不是。我在他那打了1年的工，真正教我东西的不超过10天，然后我的那个师兄给他干了3年活了，也就学了几天的东西，对吧？你得给人你知道古代为什么这个中国武术传不下来吗？因为能把人弄死的就那2下子，给你教完他妈的，真的就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了，对吧？这得先让你我以前看过一个新闻，人老外就是非常崇尚中国功夫嘛，就来武当山来少林寺学艺，结果一学就学了10几年，最后就找了个中国老婆，就在这里定居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前5年根本就学不到东西，所以他从第6年开始才学到真东西。但他学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走不开了，你知道吗？人已经在这陷死了，就离不开了这哥们说你同行一直吃反血馒头不在意。因为在我的世界里面，因为我接触过的客户基本上都是月薪5万以上的，然后我接触这些人一般不会智慧低到这个程度的，就是我其实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根本不在意。从我16岁出社会的那一天开始，我踏入这个社会，我就知道我没有家世背景，我也没有学历，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一个东西叫不要命，对不对？只有一个东西叫胆大。所以呢，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经常给大家说一句话，叫未来的事情谁都无法预测。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每一天的这个人生是怎么样的，但是呢，我坚信一点，就是我想做成一些事情，这个过程一定会遇到很多艰难险阻，我需要一个一个的克服。所以我希望把自己所有的心智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放在我的作品上。让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人收获到足够多的内容，对吧？就不是每天在这想这些事情，我其实根本就不在乎的对，这个对，然后刚刚有哥们说老吴天下第一
对，抖音有开播吗？抖音的尺度就跟这个很多哥们儿的心眼一样小，对不对？不是，那抖音在开，这眼睛都不够用了。不是，抖音那个直播是它抖音一定会用2个理由封你，第一个叫不良价值观，第二个叫违背公序良俗。但是我到现在为止，那个抖音官方声明都没有在不良价值观当中给它罗列出来什么叫不良价值观啊？对，这个怎么定义优质女性？怎么定义？刚好他切题了，对，这个兄弟很配合啊。我们每个人都说一个标准，轮流说怎么样？看我们玩那个成语接龙词语接龙，看谁接不下接龙啊？看谁标准接龙，看谁接不下去。你说我先说啊，那肯定颜值得是 OK 的吧，对不对？那你说女人、男人别人提到女人，本质上会第一眼就看她的长相；提到男人，本质上第一眼会看重这个男人的社会价值或者经济价值。这是肯定的。这是亘古不变的，自古以来的这个习俗。所以说颜值，我觉得是身材身材。那我觉得我这个时候要说个成语了，叫向阳而生。那我必须也要跟你说一个成语，叫风情万种。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说向阳而生吗？就你们看过那个向日葵吗？就我最喜欢的花就是向日葵，因为向日葵生机勃勃，充满着这个活力与青春。就你知道我这边我要提前把我下一个标准说出来，叫年轻。就我认为这2个其实有时候是息息相关的。往往年轻的女生，18、19岁的女生，她就很向阳而生，很有朝气蓬勃。就你会发现很多老男人他就喜欢学生妹。我以前不能理解，我想这学生妹啥也不懂，都没有经验，而且需要你提供很多情绪价值，为什么要找学生妹呢？其实就是因为很多男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在他自己18、19岁的时候，他遇到自己的女神跟他一样是同龄，这个时候他因为没有阅历，不够成熟，比较幼稚。男人普遍都是比女人就是低质化嘛，实话实说，然后也没什么优厚的条件。这个时候呢，他就只能被他的女神就真的是只可远望不可亵玩。但是当他现在有能力了，他要为他当年遗憾的青春买单，所以说他就去找那种18、19岁、20出头的，他不会去找30的、25以上的，所以说就是一个女生如果她有朝气，你跟她在一起，别的不说，你就会觉得自己永远18岁，永远是跟她一个年纪。就我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我的年纪是在一点一点的变老嘛。我在20岁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姐姐。很多这个男大也是这样的。但是当我的岁数一旦过了25，互联网上有一句话说，男人过了25就只能聊天了。我说男人过了25就眼睛就看不到25以上的女人了，我只能看得了。那你25以下的言论有点违反公序良俗。我这步也违反，因为我自己的标准，这是我个人的，我已经说了。你自己但是如向阳而生这个，我觉得是优质女生普遍的标准，就是换几个词吧，大家好理解。第一个叫乐观，第二个叫朝气蓬勃，第三个叫阳光。阳光这个词也可以形容女人，就是你看着她永远会冲着你笑，她不是每天瘪着个脸下班这样，包往这一丢，往沙发上拿个手机，你给我切个水果，宝宝给我切个水果，累死了。就这种感觉，他不是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永远就是这样，你就要挂了吗？不跟我说晚安吗？你早上怎么不给我说早安？就是他永远是会在你这里索取能量，吸取你的能量。像这种，就是不是像那我只能说一个他妈的这个风情万种的定义了。其实你刚刚说了，具备向阳而生的女生。她过了，你说的是25岁以下女生在白天时候的状态，基本上都是向阳而生的。而有这种状态的女生，她超过25岁在夜晚，她一定是风情万种。因为你刚刚说了，这个向阳而生是像向日葵一样就是她每天的心情状态很好，所以她对待异性或者男朋友。他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态度，所以就会让人感觉他的精神面貌整个人是往上提的。其实就是很多女情博主说的，对，叫能量高。但是我觉得这个风情万种，一个女生超过20，你记住所谓的风情万种，就是大家看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些港星，或者我们说这个女人有腥味儿，这个女人有韵味儿，这个女人耐看，
或者这个女人很风骚很魅惑，她骨子里是一个就是一个骨头都是很酥软的，其实就是因为就是我跟你讲，这个最核心的就是这个女的，她会不会把这个怎么说呢？我给你说一个例子，你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这个话这是古话，不是我说的那个叫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这是古话不是我说的。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古时候那些读书人他们的正妻都是明媒正娶的，都是长辈安排的，媒婆安排的，他并不喜欢这个女人，而且他不仅不喜欢这个女人，往往正妻，特别是你看皇帝的那种皇后娘娘，你不说颜值怎么样颜值肯定也是千挑万选的，但是他一定不风情万种，他一定特别端着，很生硬这个时候呢这个男人他就会对他的小妾，对他的婢女，甚至外面的女人流连忘返。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家里的老婆就太没有情调了。其实风情万种就代表着这个女人有情调，对，会调情，对，反义词就是什么呢？就是无趣 ，boring 没有情调。是的，就不光我们每次就是所有的男人都只会觉得男人要会调情，要会给女人制造很多浪漫，制造一些情调，搞个灯，搞个烛光晚餐，浪漫的烛光晚餐。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女人为什么不给我们搞情调呢？因为他妈没有魅力。我就从来没看到一个女生把家里打扮的布置的跟那个黑神话的场景一样，说亲爱的你回来，你看给你布置，对不对？那你有遇到也没有把那个床改成电竞房，对不对？给我一点浪漫的惊喜这个就叫情调。风情万种的女生她就会做这种事情，她就会给你制造一些情调。是的。我们说的正妹又不是光他妈有脸好看的，脸再好看它只是个花瓶，它早晚有一天会碎掉的，是吧？一不小心就弄碎掉了。是的。那公子怎么追条件比自己好的女朋友？说怎么追？正好说到下一个标准来了，那不就来了吗？条件条件就是也是衡量正妹的标准不过这个条件这个词，它比较空洞，它比较宽泛，就是条件这个太笼统了。我这么说吧，第一个叫自己能挣钱，这是一个标准，自己能挣钱，你说一个条件自己能挣钱，那就正妹的就优质女生的一个标准，就自己能挣钱，我觉得这是一个优质女生的标准，记住是自己能挣钱。那我觉得学历不能低，学历要 OK。这个两个其实也有关联，就往往学历高的也不会太差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仓廪实而知荣辱，衣食足而知富贵。就如果说这个女生自己月薪3000，你觉得她的价值观会他们好吗？她的三观能正吗？不是你这有点，就你知道我这话不是他打散弹枪有些最喜欢问那种怎么快速得吃，怎么快速搞定一个女生的哥们儿，你月薪不会特别高。我当然我不是说你月薪低，但你绝对不会特别高，因为真的是这样，就是当你的收入低的时候，你很容易把自己所框死在一个墙里面，你就会思维有很大的误区，你的世界看着就是很单一的，不是多元的。女人也是一样，当她月薪只有3、4千的时候，她不可能够看到你身上别的优点，她看不到你的内涵。你再会聊天，你再幽默风趣，她认为不值钱的玩意儿，那不值钱啊！因为她为什么把这些东西都要跟钱划等号呢？因为她自己就没钱。她如果自己能挣钱，她就会，而且会提升自己的品味。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以前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人靠衣装，马靠鞍，对吧？女人更是如此。就如果自己能挣钱的女生，比如她一个月能挣10万块钱，她至少，特别是女生都是消费主义嘛，她至少会在自己身上花，保守的讲，至少花一半。买衣服，买好看的衣服，买什么香水就是你或者说提升自己，去学什么瑜伽，或者说哪怕他出去旅游，哪怕他买房买车都行，
就是他会不断的提升自己，因为他有收入可以提升。没钱你寸步难行啊。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衡量标准，就是他自己能挣钱。往往这样的女生她确实也都学历比较高，但是她家里有钱不一定哈，因为她家里有钱，她自己没钱，她其实也只能往家里要。如果她父母不给她的话，那也没辙。所以说自己能挣钱，自己能挣钱，对，自己能挣钱，这个是衡量优质女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就自己收入高吧，收入高。还有一点，我觉得优质女生她一定是能够，不是那种以偏概全、以点盖面的那种人。其实这个就是理解不了一个人正常的那个，对，他喜欢，怎么说呢？就比如说头发染个颜色，他觉得你是男模啊，对，分不清369的。你换一个话就是他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嘛。就往往这样的人，他确实学历也不高，然后也没有钱。因为大凡2个满足1个，他会慢慢的，他思维会开阔起来。他不会再去非黑即白的单一去看待每个事情。就比如说现在网上出现什么新闻，他绝对不会说随便站队的，一定是男方的问题。过一段时间又说你女方的问题，就哪个博主说谁对，他就认为谁对，他就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的。你想娶这样的女生回家当老婆吗？他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或者说看到网上说的这么一句话，叫不爱我，爱我的人都会在5月12号，明天给我买什么什么东西，那他就给你要了，让你给他买了，或者说他第3天、第2天，他看到网上有这么一条信息，抖音上或者说某短视频网站这么说，警惕你身边的渣男吧，警惕你身边的渣男，渣男往往具备这样的标准。啪，第1条叫喜欢抽烟，你一看我赶紧放下手上的烟。第2条，经常晚回家，你赶紧打电话给你哥们儿说，以后不要再叫我晚上出去开黑了。第3条标准叫不减肥，你看了一下地下的肉，哎，老婆实在不行我明天办个健身卡吧。就是你会发现你永远被他劈叉叉，被他 PUA， 被他打压，对不对？因为他3观跟着他妈视频走，人家是3观跟着5官走，他的3观跟着网络走。所以这个你说的这个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我总结为就2个字嘛，就是双商，智商情商，就双商高也是衡量优质女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那见过世面应该排在哪个序列里？见过世面，我觉得排在我刚刚说的。我觉得没见过世面的一定不太是优质。一般能见过世面的，肯定收入都可以。就他要不然没钱去消费，没钱去旅行，没钱去学习。我觉得没见过世面的人一定不具备我们刚刚说的所有的点。对吧？这样才是优质的女生。对。那对应的是因为都不喜欢抠的见世面的标准是什么？见世面的标准是这个很难定义。见世面这个本身没有什么重要的，是见世面衍生出来的很多东西很重要。因为他见过世面，他知道了形形色色的人，他就不会再以单一的价值观来衡量你。因为见过很多的花里胡哨的东西，他就不会满足于眼前的苟且，他更会跟你一起追求诗和远方。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会很幸福，很浪漫。他不会每天跟你在柴米油盐上面在那纠结半天。OK， 差不多就这些。而且更重要的是，很多哥们儿，是不是你找对象，不管这个对象你是1年的还是终身的，你是不想他给你戴绿帽的，这个很重要的，就专一靠谱。那么你想没想过，一个人他怎么样才能专一靠谱？就要么2种，第一种他从小就是很传统的人，那么他这种思想贯彻始终，一直到他七老八十，他还是认为女人必须得3从4德。第2种是他虽然受到各种文化的洗礼，但是他见过世面，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没有被互联网给带偏他的3观价值观。所以只有这2种是绝对意义上不会出轨。我认为很多人说这个长得丑就不出轨了，错了。妈的，那有不挑食的男人啊。有的兄弟说，那我把我老婆锁在家里，那他直接就告你他妈非法拘禁了。那你说你有什么办法？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对象出不出轨，只有当你选择他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挑选他的时候要花心思了。
你要看看他符不符合我刚刚说的这2个点，就他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样的，你要了解他的三观嘛。就女生说要了解我们，说哎跟男人在一起要了解这个男人，那其实我们难道不要了解女人吗？你就不能只用眼睛了解，只用身体去了解，对不对？你还要用这个脑子去了解。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我也是陷入了深思。但是重点是，你为什么要那么在意他会不会出轨呢？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太重要了。为什么要在意？如果婚姻的时候一定很重要，因为这个男人跟女人不一样的点在于，女人更感性，她可能一出轨，她是灵肉出轨，就灵魂和肉体一起出轨了啊，到时候就跟你闹离婚都有可能，鸡犬不宁。但是男人其实出个轨，他可能知道家在哪，他会乖乖回家的。所以说这2个就是男女出轨的这个严重性不一样。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就专一靠谱还是很重要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优质女生是保守的。我之前给大家讲过，优质女生不会太保守，但是也不会是 S 女，对吧？因为你满足你刚刚说的第一个点，如果颜值高的女生，一个颜值高的人，她一定不是最传统的那一批人。对。但是如果 S 女，她一个不够自律的人，她怎么可能成为高分呢？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优质的女生就是比较介于中间，就不会特别开放。我觉得优质女生是最正常的啊，最正常的，不会特别开放，也不会特别那个传统。为什么呢？因为她毕竟很优质啊，那她追求者各种想撩她的、想搞她的男人就会很多，而且也很优质，所以她肯定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她早晚有一天会沦陷的，会跟其中一个人确定关系，那发生什么不很正常吗？但是如果说她特别开放，也不可能，因为我刚刚说了，一个真正优质的女生，她是有自己的三观的，有自己的那个双商的，她不会随随便便被一个男人哄骗，被一个男人给他们搞定。如果你很轻松搞定的女生，你不要给我看，说老吴这个给我看看多少分，不要发给我看，就很简单，不要给我评价，不费脑子，就是不用心追到的女生啊，就是你很轻松的搞定的，就不可能是优质的女生，兄弟，不管你是谁啊，不可能，你就死了这条心。你很轻松搞定，别人一定比你更轻松，只有这么一种解释。我去可能半小时。你是3天，你是1个月，我就是半周，1周。那难道不存在别人一见钟情吗？对我呀，对我一见钟情啊，对啊，是存在，对我呀，对他两眼钟情。不是，我是说人快，难道不存在一见钟情吗？一见钟情的人只会更加收敛。有一句话说得好，叫爱是克制，越是一见钟情，女生反而越会克制自己，她要更加了解你。如果对你不喜欢，反而跟你玩一玩，无所谓的，反正又不是很喜欢你，玩一下嘛，无所谓的。但是因为对你一见钟情了，很想跟你长长久久，那才更加谨慎的去了解你呢。是的，是的，有道理，有道理。高知女性中的 S 女结婚靠谱吗？可以讲一下这个，不是这个是，这个哥们儿说，不是哥们儿，你问我问题怎么全部都问这种乱七八糟的问题？不是，只对数字只对字母感兴趣。对，就是你不要再说什么 S 什么的，不重要，因为我说了，异性对你感兴趣，一切水到渠成，顺其自然。他不喜欢你，你在这琢磨半天都没有用，你不要浪费这个时间在研究这个，想要讨巧了，好不好，哥们儿？喜欢你，说句实话，FS 也不重要，不喜欢你一样一个道理 ，FS 你也得不到，所以说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是的，只能说有些哥们儿，你如果身体比较扛，就免疫力比较强的话，你可以追求 S。你免疫力比较强的话，身体素质比较好，每天只想匹配，不想确定关系怎么办？那你可能有病，看一下自己有没有问题，好不好？当然了，这个我相信很多男生都有这个病，叫好色，是吧？他不是，他这个是享受就游龙戏凤的感觉我知道，莺歌燕舞的感觉，不喜欢就是很多女孩子也这样，很正常对。但是你这个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你天天粗茶淡饭的时候呢，你会享受大鱼大肉，
你大鱼大肉吃多了，你其实偶尔也想吃一下清代叫什么清代豆腐的，所以说你可以试一试，就是切换一下东西，不要那么极端，是的。主播以后会结婚吗？你以后会结婚吗？不知道，今天的问题，我只回答今天的问题，不是我不回答未来的问题。你问会不会结婚？我觉得这问题就遇到好了就结婚，遇到适合的就结婚嘛，遇不到就算了，也不会饿死。樊公子变了，没有以前那味儿了。我不是现在变了，其实是一直都在变。你不觉得我长相也变了，一直都在变，每一年都在进步啊！你看我几年前的直播跟前段时间的直播也不一样啊。我跟你讲，当一个人说你变了的时候，其实是在夸你。为什么？因为说明你不是一潭死水啊，你在变化呀。而且我后面发现啊，还有一种原因，就当一个人说，哎，你怎么变了？其实是翻译过来是另外一句话，怎么我没变你变了呢？怎么我在原地踏步你反而动了呢？说好的大家一起当屌丝，说好的大家一起当宅男，为什么你先我一步了？你不够兄弟，往往是这个意思。对，曾经我改变的时候，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很喜欢冷嘲热讽，很喜欢挑刺儿，因为他自己不变，而一样改变的人呢，他会非常理解，甚至会跟你说，兄弟要不要出来吃个饭，认识一下，他会觉得你是道友，一起他妈的修仙的。对，我觉得一般就是我这些客户收入高的都是就是反而更喜欢我现在这样的状态，你知道吧？就是什么笑什么呢？他说不然你得做火箭你不是变了，你是被也没有哥们儿，也没有。这哥们儿说就爱听公子骂女人，我们也你这丑女的人，对我也没有，我从来也没骂过这个女生们，兄弟，我从来都没有骂过。稍等一下，怎么掉了这个？不知道骂国男，早就跟你说玩大了上面会被封我不好意思，我没有被封。不是哥们儿，你就是我最后再跟大家说一遍我的账号从来没有被封过，我所有的视频也没有被下架过，什么乱七八糟的，好不好？最近这段时间呢，是我一个是眼睛做了手术，一个是在新的办公室装修。一直在加上5一劳动节，加上带线下门徒，一直在忙，哥们儿，没有这个像你说的那样，一切正常。就各位兄弟，你能不能带一点脑子？你不要就是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自己有点判断能力，好不好？我在24年来杭州奋斗的那一天开始，公司成立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有自己的法务团队，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就是你能看到的，我每一个东西都是在律师团队的这个审核机制下才会那个的，我怎么可能有问题呢？这不可能的，哥们儿。多骂国男国女求你，多骂国男国女，不是你。哎呀，这个怎么那个呢？不说这个，不回答这个了。不是，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就如果我有罪，上帝和法律会惩罚我，不是你在这逼逼歪歪的，是不是？这句话兄弟们能不能理解？如果一个人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那上帝和法律会惩罚他，你这在这说来说去的也不起作用啊。因为我做这个，我觉得如果不能影响到别人，只是赚点碎银几两，这个事情一点意义都没有，我非常的厌恶。我今天见了一个关门弟子，跟他约了一个下午茶，他手上记着满满的笔记，然后跟我用颤抖的声音说，遇到你之前我的生活一片灰烬，一片灰暗，遇到你之后让我看到了阳光，是你让我改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我看到他那一刻，我他妈的在那愣在原地，呆若木鸡，我就在这思索，这个才是我做这个事情最重要的意义所在。如果不能改变别人，那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呢？那我情愿他妈的
回家种地去。我必须要让大家有所改变，让你的就是让各位兄弟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遇到的不如意，在情感中遇到的各种挫折，在我这儿都能找到方法，找到正确的答案，都能通过每天晚上看我直播分享的内容，能够让你对生活不失去希望。这才是我存在最重要的意义，哥们儿，你不要再误会我了，觉得我是干什么乱七八糟的，跟那个没有任何关系。我只在我做的所有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让你变得更好。如果你不能变得更好，我对你来讲一点价值都没有，好不好？对，是这样的啊。这个哥们儿说，我喜欢白嫖，你会生气吗，公子？我觉得怎么会白嫖呢？你听我直播给我涨人气的，怎么会白嫖呢，哥们儿？你信任我，你支持我看我的直播，我之前一直给大家强调，月薪1万以下的不用付费。如果你是学生，如果你月薪1万以下，你不要就是你听我看我直播，看我一些免费的视频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花钱呢？对不对？月薪1万以下负债的，生活困难的什么的，学生的没钱的，你都不要找我。我一直都在强调这一点，对不对？你看这些兄弟，他也不知道真相，在那随便说。不回答这个，不是怎么把你能量说的这么低呢？因为我这个人不喜欢吃瓜和八卦，你知道吧？就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就发现这个，因为我可能是我那个从小的经历吧，我会发现那牛逼的人啊，永远只关注自己，他不喜欢关注别人。关注别人呢，往往是觉得自己不牛逼，想要通过关注一个比自己很牛逼的人，来这种带来一种心理上的成长吧。就是就像我以前也关注过很多人，但是他一定比我牛逼很多，但是后面我就不关注了，因为我发现人无完人，就可能我也能成为他的老师。就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就没有必要去关注别人啊。你想的是让自己每天进步就好了呀，让自己变得成长就好。不是，我也一直认为自己不是观众，我是演员。我觉得一个演员不会去对观众指手画脚吧？对，主角怎么会对一个配角指手画脚呢？对，国男就爱白嫖，国男一点都不爱白嫖，白嫖的是屌丝。国男还真不爱白嫖，国男怎么可能爱白嫖？不是一个人受过这么多年的教育，怎么可能连这点基本道理都不懂呢？就是我想收获一个有用的东西，我不去付出，哪有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我觉得不太可能存在月收入5万以上。我说了5万块钱就是一个门槛，5万以上的人绝对不会有白嫖思想的。他只要出入过社会，参加过工作，他一定是懂这些人情世故，懂这些。因为能赚到5万块钱的人，他的工作性质一定是靠脑子赚钱的，或者是靠知识、靠技能赚钱，他一定懂这些东西，对吧？这个对，不是，他是肯定知道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就知识可以靠书本，靠媒体获得，但是技能、认知这种东西就只能言传身教了。没有啊，我说实话，我都跟各位兄弟讲，你没钱你就不要报名，我都往外推，就你不用找我，你就看我点视频，看我点直播就行了。我都说了，我就是一个做这个的，你要选择我，你就自己选择我就好了。就我每次都是在这儿跟大家说，添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 FGZ5807，添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我们微信上聊一聊，对不对？你想报名就报名，无所谓的。这个凡哥对，高分到底需要什么东西？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啊？来，你说这个高分的意识形态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意识形态？就是优质的女生，她们的就是他们的赚钱啊、生活状态啊，还有对待男人的这个标准都是什么样的？你说的是情感的吗？还是说别的标准？情感，就像择偶的标准。对，就像刚刚那哥们儿问这个优质的女生到底需要什么在情感中？虽然说每个人定义不一样，但是我现在就按照我刚刚之前的定义的标准，我在上面再加几句话，就是你如果这个女生你没有觉得自己配不上她的，都不能叫你的高分。
你必须得有一种我他妈配不上她就是女神，这才叫高分啊！你能配上我都不叫高分。那么其实这些女生呢，很多人会说这么一句话，说你的高分往往是别人就是你的女神是别人站起来登的，是别人这个非常很容易获取的。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错误认知。但我后面发现往往像这种它其实不是绝对的高分，它只是相对于那个可能那个哥们儿比较屌丝，对他来说可能6分就是个高分了。那6分确实在很多优质的男人那边是不值一提的，是选择很多的。但是如果他绝对很高，就是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综合分很高的，像这种女生，她对谁其实都有个优点，对谁都一样，对谁都是高冷的。其实刚开始对谁都是傲娇的，就她的防备，她的标准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优势，就是你跟不同条件的哥们儿，你们的优势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帅的哥们儿，他在撩高分的时候，他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他出去，他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呢，可能这个高分会给他的这个进度条比你长一点，就好像你落后他10米，你俩就像跑马拉松，你们有5个人一起跑，然后这个女生在终点站等你们，这5个人分别是你和另外4个哥们儿其中那个长得帅的呢，他有个什么优势呢？就是他提前开跑，就好像这个高分给他说，你趁那4个人不注意，你先跑，就第一印象很好。但是我跟你说实话，你知道我什么时候觉得你最帅吗？就是每次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都觉得你最帅。为什么？因为长时间看丑逼看多了，所以一下子看到你就会觉得突然很帅。但是我现在讨论的是什么？是正妹，是高分，人家就没有说天天窝在丑逼堆里啊。就哥们儿，你们千万不要用自己的视角去揣测高分的心理。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后面当我发现高分人家的朋友堆里面什么样帅哥没有就看多了已经。所以说不会，就算你很帅，他只是认可你，他不会对你刮目相看，不会把眼睛刮一下，知道？他只会定睛细看。所以说你这个也只是第一印象好，你要是长时间相处，而且这个女生她又不可能跟你一次约会就跟你确定关系，所以至少得2次3次，那么第2次开始你就已经没有优势了，甚至第1次见面的半个小时之后就已经没有那么长久价值了，没有那么强的吸引力了。所以说这个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但是你作为你可能没有他帅，对吧？但你后面的约会里面，你比他脸皮厚，你比他细心，比他这个会提供情绪价值，比他好玩有趣，比他有个性，你还是可以超越他的，哪怕他在你前面跑，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要说到另外一种，就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舍得付出的哥们儿，这样的哥们儿他其实你知道，相对于这个这些哥们儿他的优势在哪？他的那个赛道呢比别人快，就他那个相当于专属赛道，他虽然也是统一起跑线开跑的，但他那个赛道不滑脚，比较滑，就比较顺畅，甚至他可能跑着跑着他这个鞋比你好，你知道吧？你们是光脚跑的，他是穿着那种跑鞋跑的，所以说他的速度会比你快，但是他也有他的缺点。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往往我发现这个人在付出的时候呢，都会把自己的预期给拔高。就是这个有钱人他在撩妹的时候，他因为花了钱了，所以他就会对这个女人有各种各样本来没有的要求。就很简单，兄弟们，你们扪心自问，同样是2个女生，一个是你白批成为男女朋友的，一个是你付出了很多时间精力或者金钱搞定的，你是不是对后者对她的要求更高？你对她要求高，这个女生就会受到来自于你要求的压力，她压力也大了，她压力大了自然也会对你要求高，这就是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我并不认为这个条件好的男人把妹他就这个追女生的全程就一定是占于多大的优势。我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最牛逼的就是有魅力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有脑子有技术的，这种人就是最牛逼的，最多再加个时间多有闲有技术就这种是最牛逼的，不是什么建模好，也不是什么经济好的，他俩各有各的优势，但是也有彼此的缺点。所以说
这个世界也很平衡。我觉得在撩高分、在撩优质女生这样的一个路上面，大家都是很平等的，这个还真很平等。你说你上学你觉得平等吗？人家都说他妈高考是最公平的考试，我认为不是，因为每个人智商有区别，有些人是在那种昂贵的1对1的辅导班学的，有些人是跟着他妈50个人在那学的，那怎么就公平了呢？我觉得上学也不公平，学习不公平啊。有些人就比如说听公开课，有的人上私教课、上门徒课，他能一样吗？但是，撩正妹它不一样，就如果是追正妹，普通的女生，确实也不公平，因为你撩的这个女生还真有可能你的女神是别人就弃之，根本就不觉得可惜的。你觉得公平吗？你在这天天抱着她聊呢，追着她呢，其实她对其他男人她可能就投怀送抱了，确实不公平。但是如果这妹子绝对高分的话，就很公平了，因为她对所有男人都一样。就像之前孙艺宁对王思聪也是爱答不理的，最多一开始客气一下，就都一样。所以就很多高分，你知道最后都找到什么样的人吗？不是男人哦，很多高分都跟对，都跟女人在一起了。为什么？因为女人擅长搞定女人啊，女人最了解女人啊，女人这个很感性，是能符合高分所有要求的只有女人，因为女人能提供巨量的情绪价值，女人天生就爱聊天。就如果她跟一个女生在一起的话，这个女生她不觉得跟她聊天是一件累的事情。很多兄弟老跟我说不想跟妹子聊天，太累了。为什么累？你为什么跟你哥们儿在一起打游戏你不觉得累？你跟你哥们儿吹牛逼的时候、喝酒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觉得累？因为你俩同频，你觉得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那么同样一样，如果这个人是个 T， 她是个女的，她在她在追高分的时候，她也不觉得累，她觉得不就是我跟我的搭子做一些我自己也想做的事情吗？她甚至会跟这个女生一起做美甲，种睫毛，烫头发，做女生想做的美容这些事情，或者说一起，你知道。因为我也有过很多长期经历嘛，我发现我女朋友啊，就比如之前有的女朋友，她能跟她闺蜜，你知道聊多久吗？打电话不止，可能5个小时。就是你能做到吗？如果你不是个女人，你肯定做不到，但是女人就能做到，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很多高分都会被女人搞定，就是因为女人具备男人没有的几个优点，就是耐心、情绪价值能够提供巨量，然后就是也懂女生，懂女性，也比较感性。刚刚那哥们儿说，所以高分性价比很低，你这话不成立，因为说到高分，他就跟说 LV 的性价比很低一样。对，人都买这个了，还计较性价比？高分是奢侈品啊，它不是大部分人都能获取。兄弟，追高分，以高分作为自己的目标的人，他就没考虑这3个字性价比。对，你考虑性价比，他敢说我要找高分的，因为别人没有把高分当成购买的物品，只有物品才会计较性价比，人家是活生生的人啊，哪来的性价比可言呢？对，就你又不是买它，你不是花钱的，花钱才有性价比这说法。对，那太崩溃了。高分的对手不仅是男人，还有女人。当然了，不是你还有叔叔伯伯、爸爸辈的、爷爷辈的跟你竞争。我刚刚已经说了，之前我说很多男人他年轻的时候是搞不定的，是没有办法搞定当时自己的女神的，他只能等自己40岁、50岁的时候，有雄厚的实力的时候，有阅历了、成熟了，这个时候才能去降维打击啊。他这个时候去满足自己当年青春的遗憾了。对，这些人就会跟你一起竞争。对，你的竞争还有比你小10岁的，因为很多15、16岁的弟弟也喜欢姐姐。是这样的，是我发现路上的高分，他身边的男人无非就是2种，一种是18到22岁，对，一种是35岁以上，对，25岁到35岁之间的男人非常少。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其实我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嘛。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很鸡肋啊，要实力没有实力，要颜值已经年老色衰了，就比如老吴皮已经松了，要他妈阅历也不够，20多岁的人阅历又能有多少呢？对，哪怕我这么一个博览群书、足迹遍布大江南海的人，我的阅历其实也就半本书写完了。我现在能给大家写回忆录吗？我能写自传吗？写不了啊。但是如果我60岁的时候，我就可以写。一个道理，没有阅历，讲不出个
完整的故事啊，因为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牛逼的经历啊，没有而且也不是特别成熟，毕竟岁数在这摆着，所以就很鸡肋，就你说的对，就要么小弟弟，要么就这种老狗逼，就这两种，他是撩高分的最好的这个人选。对，小弟弟是年纪小嘛，充满朝气活力，然后时间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你不要在这问，你还在问我要不要找高分啊，或者能不能？我觉得你已经失败了。其实真正想要找高分的是这样的男人，是从头到尾就没有质疑过自己，一直在努力的人。我觉得你的青春全部都贡献给女人这个事情，是吧？研究女性这个事情，我觉得你研究确实跟他妈都贡献在女人身上啊，太能吹牛了，老吴说你太能吹牛了啊！年纪小兄弟，不怪你，年纪小，过几年你就知道了。公子眼睛做什么项目了？感觉跟之前没区别。我操，那他妈的，这是年纪小的问题吗？还是眼睛视力的问题？啥？这哥们儿说今天，哎，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觉得就是他认知问题吧，没见过。今天不是母亲节吗？你们怎么在直播？母亲节跟我在，哎呀，我知道怎么回答他。首先第一个哈，我中午刚跟我妈吃完饭，刚给我妈买过礼物，所以我是有资格讲的啊。你肯定不一定能做得到。然后第二个，我想说的一句话叫。你知道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孝是什么样的吗？传宗接代。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座的哥们儿谁有后啊？你们说你们孝顺，那你们把儿子抱出来给老吴看看，给老吴看看你的大胖小子，你有对象吗？你有下一代吗？你孝顺个鸡巴，因为你无后。当然我也不是很孝顺，我自知理亏，我确实不孝顺，因为我还没有找一个靠谱的长期对象，跟他手牵手步入婚姻殿堂，我确实有问题。但你们也不遑多让，知道吧？你们也有问题。对，所以说大家不要讨论这个，因为你要真觉得你想要对你妈妈好一点，想要孝顺一点，就赶紧去找个靠谱对象结婚，赶紧给他生个孙子，好吧？那个。这个有哥们儿说这个叫什么，舞蹈生为什么跟体育生总是在一起？因为你不觉得舞蹈跟体育挺像的吗？有一个东西叫体操，我就觉得就好像舞蹈跟体育结合的一样，就是你会发现这两个都是就学这个，说实话不要用脑子，这两个只需要用到小脑，左脑右脑都不需要用到，对吧？左脑是逻辑思维，是文字这些东西啊，就理工科、文科什么的。右脑呢，可能是艺术，就它左右脑都不用。就是舞蹈准确的讲，舞蹈和体育其实用到的是小脑，所以就往往在一起也很正常，因为思维模式很像，你知道吧？就思维模式很像的人就很容易在一起。我不认为就是什么互补，我认为两个人能在一起长久，靠的就是两个人很像。思考任何东西，两人不会抬杠，不会吵起来，因为他们两人就是思维体系都是一样的。哎，那他说高分的意义是什么呢？高分的意义啥意思？我已经说了，高分不是指花瓶好看的，咱们一开始就讲了怎么去定义高分。双商高，对吧？见过世面，认知高，专一靠谱，然后自己还能挣钱。你说什么意义？你说啥意义，兄弟？你不想要是吧？你说什么意义？跟我说，那你赚钱的意义是什么？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对不对，兄弟？有些东西它在这儿，你就要追求它，因为它是好的，它是 OK 的，对不对？谁不想让自己变得更好呢？你不想下个月收入变高吗？你不想你住大房子吗？对不对？你不想你越来越健康吗？是不是？对，人肯定是奔着好去的，不可能是奔着差去的。是的，是这样的。我们赚钱的终极意义是为了更自由，有的时候你的那个努力只会让自己越来越不自由。对。什么是生活质量？什么是幸福？叫低工时高收入，或者低工时高消费，这才叫幸福。你那个程序员职业，你那个些职业，都是起5更爬半夜，一干他妈，就是1年365天，一干他妈360天，跟老黄牛一样。你本质上看到是钱增多了，但其实你根本没有变得更自由。
我们找一个好的老婆，或者去从事一份工作，目的是为了拿到这些收入，赚到了钱，去提升我们自己的生活品质，让自己富有更多的选择权。你看，无论是男人还是很多走雌竞的女人，都犯这个大毛病，喜欢赚钱，天天一门心思搞钱的男人，最终他过的是最不自由的。喜欢走雌竞的女人，其实她也不自由，因为走雌竞意味着你要就是迎合这个男生，去包容他的很多缺点。其实这个过程就是等于在给自己增加了一层枷锁的，就是让你自己在做你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其实是得一失一，得一失一一样的东西。那这个对，这兄弟说的很好啊。你提升自己，女人就会这个强者。南哥现在解封，我他妈没有被封过，哎呦我操！不是，各位兄弟，以后记住哈，在说任何一个观点的时候，没有一个官方通报的证据，你都不要随意讲，因为人过了18岁，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对，这是过了18岁一定要如果以后你有孩子，你有弟弟，一定要教他这句话：过了18岁要对自己的每一个言论负责，这是最重要的。人可以不干什么牛逼的事情，但是你不能他妈的说错话，记住啊。公子的认知到底是哪儿学的？每天闲的没事干，因为从小到大就喜欢八字方针，叫胡说八道和胡思乱想，对不对？喜欢思考，喜欢总结复盘。对，没疯啊？怎么还在问这个？你这个就跟他妈的重庆酒街一样的。你说嗨，你好，我不是营销，我想过来加你个微信。不是，我不去酒吧。你我不去酒吧。你说我不是营销，我只是加你个微信。那你不是营销，那你是干啥的？你说我只是单纯加个微信，我不加营销。对吧？你不是，就是根深蒂固了。就是如果他这个观念就已经植入到心底里面。对，反怎么样才能跟顶美链接啊？哎呀，这三言两语上哪给你说清楚？来，各位兄弟，如果你想链接到我本人，可以添加我的私人微信，所有的哥们儿添加我的私人微信公子535找到我本人，好不好？来，这个添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公子535啊。还有人说他妈的我放出来了，我操，我放出来了。不是，我终于知道，其实这个平台，去设置各种机制，管理特别严格也是正确的，因为太多人他无脑了，你知道吗？听风就是雨，确实不能让很多乱发乱说。你知道为什么以前还有那种限制上网吗？就限制未成年上网。我以前以为就是你能不能找个他妈做科技的人？我想做一个叫傻逼过滤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软件？就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可能设计的人他也傻逼，有可能。设计的人也是傻逼啊，也有可能。那我来把这个傻逼，我输入傻逼的程序，我来给他筛一道。有没有他妈这个有没有直播伴侣的软件？就是能够把傻逼筛掉吗？就这人他妈的这个不是，他有些人是装傻逼的啊，他其实心里知道，他故意这么说啊，故意的啊。那这种叫坏批，你还得再设计一个坏批筛选器，把坏批再给过滤掉。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批，他虽然也不傻，他也不坏，他这种人喜欢跟风，就别人发他也发，这种跟风逼也得给他筛掉。所以你要设计3道程序，先把笨的、傻的，再把那叫什么来着？坏的、蠢的，再把最后跟风的，就没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全部筛掉。那他妈的3个软件同时一上直播间，他妈没人了怎么办？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宁可错杀1000，不可放过一个啊！不，也要留住一个好的，对不对？是的。将不在多嘛，等我直播间1万人的时候再这么做吧。对。学生怎么追学姐啊？就不要问我这个，你学生他妈不好好读书，我说很多遍了。你一个学生他妈好好上学，天天想着有的没的。人家可能是男博士呢，快30岁了。
那学姐32，对，就还有那你一起做实验了。还有哥们儿问是不是直播，我操！还有问是不是直播的，我这弹幕都念了他妈1个小时了，你还要问是不是直播？哑然失笑，看到各位兄弟的评论。隐形眼镜不舒服，怎么选普通眼镜？哎，这个我可以给你解决，兄弟。你看你眉毛和脸型了，如果你眉毛比较浓眉大眼的这种，就是然后脸